在2025年全球经济逆风的开局，新加坡交出了一份极其反常识的成绩单，全年入境游客仅微增了 2.4%， 但旅游总收入却创下了328亿新元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在年度旅游业大会上宣布，未来5年将豪掷 7.4 亿新元注资旅游发展基金。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全球宏观经济充满不确定性，跨国企业都在缩减开支，为什么土地和资源极度受限的新加坡还要在此时逆势加码基建？今天我们将用南洋视角拨开这 7.4 亿新元背后的真实意图，你会发现新加坡的基建从来都不是为了容纳更多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为了构建一座无法被替代的商业堡垒。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座堡垒是如何拔地而起的。生活在新加坡的你我都很清楚，这座734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物理空间早就逼近了极限。过去那种依靠大巴车拉来成群结队游客的人头经济，不仅对本地 GDP 的实际贡献率在迅速递减，还严重透支了本地居民的生活空间与公共资源。面对周边国家更低廉的物价和更广阔的自然旅游资源，新加坡如果继续在性价比这条赛道上内卷，无异于死路一条。因此，新加坡的宏观策略非常冷酷且务实，主动过滤低净值客流，强制进行高附加值转型。来看一组核心数据。2025年，新加坡会展旅游，也就是 MICE 产业的收入，同比大幅增长了 35%， 从17亿新元跃升至23亿新元。这组数据证明了一件事，新加坡正在把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业重塑为一场高端的商业博弈。今天降落在樟宜机场的，不再只是为了去鱼尾狮打卡拍照的过客，而是带着资本、前沿技术和商业合同的跨国企业战略高管、家族办公室的理财师，以及寻找出海机会的科技工程师。我们要赚的不再是卖门票和纪念品的辛苦钱，而是全球商业流动中最丰厚的那部分溢价。但要承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现有的基础设施显然还不够。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问题：空间从哪里来？在这场经济韧性的构建中，物理空间的强制洗牌是第一步。既然土地无法自然生长，那就只能通过基建让它凭空增值。我们来看近期引发业内高度关注的2个大动作。首先，市政府正式启动了滨海湾海峡景区，也就是 Streetsville 会展枢纽的可行性评估。这绝不是在海边建一个普通的邮轮码头，规划中的综合邮轮与渡轮中心，其吞吐容量和商业整合度将远超现有设施。它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在现有的滨海湾金沙这个超级 MICE 锚点之外，再造一个集顶级会议、奢华酒店、高端餐饮与海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新地标。通过地下管网、空中连廊等物理空间的无缝衔接，新加坡试图将全球最高端、消费能力最强的商旅客群牢牢锁定在这个高密度的商业闭环内。试想一个场景，跨国企业的 CEO 乘坐邮轮抵达，不需要穿越拥堵的市区，直接在码头综合体完成一场1000人级别的行业峰会。其次是已经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的大圣淘沙总体规划。在未来20年的蓝图里，圣淘沙和紧邻的布拉尼岛将迎来彻底的底层重构。预计游客量翻倍的背后，绝不是多建几个过山车那么简单，而是全新顶级酒店群、沉浸式景点与高端商务体验设施的重新洗牌。对于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的跨国企业，或者正在布局东南亚的科技大厂来说，这种级别的基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极高的商务运转效率。你可以在滨海湾的 CBD 开完一场关乎数千万美金的 AI 算力投资会议，半小时后就能在圣淘沙的隐秘高端酒店与合伙人进行私密晚宴。
甚至第二天直接在岛上举办一场 Web3 闭门沙龙。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本质上是在为全球资本打造一个运转效率极高的硬件主板。通过这些地标级、网络化的基建，新加坡确立了极高的准入门槛，让周边竞争对手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复制这种高密度复合型的商业体验。这种对空间的极致压榨与重构，正是南洋实用主义在物理世界的最强体现。如果说空间重构是硬件扩容，那么这 7.4 亿新元的注资就是一次针对产业生态的系统级防御战。请注意，这笔钱不仅比上一轮的3亿新元翻了1倍多，而且它的投向极其精准，带着强烈的政策引导意味。以其中备受瞩目的酒店复兴基金为例，2025年政府明确资助13家本地酒店进行全面翻新，并特意将运作期限延长了1年。这绝不仅仅是政府在发福利，补贴酒店换几张新床垫或者刷刷墙漆。在新加坡的政策语境里，补贴往往意味着强制进化。政府是在利用资金杠杆，倒逼那些效率低下、设施老化的传统存量资产进行深度的数字化转型和品质升级。比如引入全套的 AI 客房控制系统、自动化的 check-in 终端，甚至是基于大数据的能源管理系统。为什么要这么急迫？因为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看看中东的迪拜或者同处亚洲的其他枢纽城市，他们正通过打造世界博览会和动辄占地数十万平方米的超级会议中心，疯狂掠夺全球 MICE 市场的份额。在这样的全球枢纽博弈中，缺乏腹地的新加坡没有退路。这 7.4 亿新元本质上是新加坡在当前全球经济逆风期为自己买下的一份国家级保险。当其他国家因为宏观经济放缓、财政吃紧而纷纷削减基建预算时，新加坡选择了极其果断的反周期投资，通过官方补贴，让整个行业的硬件设施、AI 服务系统和底层人力资源在低谷期提前完成迭代。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战略定力。等到全球经济周期再次向上，跨国企业的差旅预算重新释放时，他们会发现，无论是举办上万人的半导体行业大展，还是顶级的生物医药研发论坛，新加坡依然是全亚洲乃至全球最稳妥、最高效、体验最好的选择。这种通过底层基建和政策资金双管齐下，强行建立起来的产业护城河，才是新加坡能够抵御全球经济波动，保持极强经济韧性的真正底层逻辑。在逆风中建墙，不如在逆风中造风车。新加坡豪掷 7.4 亿新元注资，以及对滨海湾和圣淘沙物理空间的极致重构，向全球传递了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这座城市绝不甘心只做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旅游中转站，它要成为全球资本、前沿科技与高端人才无法绕开的商业堡垒。你认为新加坡这种高举高打的 MICE 战略能够成功抵御迪拜等新兴枢纽的冲击吗？或者在你的行业里，是否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基建升级带来的暗流涌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观察。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请务必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